嗨，大家好，这里是 Eric 的电台，我是 Eric。今天我们来拔一拔近几年非常流行、被捧得神乎其神的一个饮食方法——生酮饮食。周围有不少有减肥需求的朋友都曾尝试过或者正在进行生酮饮食也有些迫切想要变成小酮人的朋友过来咨询我的意见。我的答案当然是 No。这里有被同事或者好基友安利过生酮饮食的小伙伴，请在屏幕上打 Me too。要拔生酮饮食那首先得说说什么是生酮饮食。作为2018年被谷歌搜索最多的饮食方法，也同样作为2018年US News 最佳饮食榜单倒数第一成为了这个最不被专家推荐的饮食方式。生酮饮食属于低碳饮食中的一种极端情况，标榜能起到快速减脂减肥、维持美好体型的一系列功效其将这个碳水的摄入量控制在极低的水平，即每日摄入的热量只有不高于 5% 是来源于碳水化合物， 15%到25%来源于蛋白质，剩下的 70%到80%则全部来源于脂肪。而反观一个常规健身者的3大宏观营养素的摄入比例大概会是这样的：来自碳水的热量占到了其每日摄入的 50% 左右，剩余的 25%到35% 来源于蛋白质，而只有 15%到25% 来源于脂肪。我们日常的行为活动主要靠的是碳水化合物所提供的能量。碳水化合物存在于各种主食、瓜果蔬菜以及甜食中，这些食物在体内被分解为葡萄糖进行功能，多余的则以糖原的形式存储在咱们的肌肉还有肝脏中，以被随时调用。而当我们以极低的量甚至停止摄入碳水化合物一段时间，同时又进食大量的脂肪，身体则会切换功能的形式这时候葡萄糖糖原不再是主要的功能源，而由脂肪转化而来的酮体将其取而代之，继续为机体功能。这个状态我们称其为酮症。所以生酮饮食真的能瘦吗？这个问题我们让生酮饮食畅销书的作者吉米莫尔来回答吧。生酮饮食一定程度上确实能达到减重的效果，不过有一说一，减重的下降跟它这一系列五花八门的操作关系并不大。首先，停止碳水摄入一段时间之后，体内的糖原储备很快被消耗殆尽，并且没有新的糖原补充进来，而糖原和水分子又是以1:3的比例进行绑定。换句话说，就是水分子会跟着糖原一并流失。一个普通成年人的体内的糖原储备大概在几百克左右，而一个身体素质极佳的人体内最多能存储1000克左右的糖原。如果这些糖原被消耗光，那么对应就有3000克的水分被同时带走，4000克的体重就这么没了。8斤脂肪少了吗？木有。这就是你生酮饮食前期掉身快的原因。而从长期来看，如果你坚持了2个月的生酮饮食体重虽然没有前期掉得快，但好歹也在一点点的降低，看来也是有效果的。可是这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因为你摄入了大量的这个脂肪和蛋白质，导致每餐的饱腹感增加消化时间被拉长，以及酮体导致的食欲下降，把这几个因素杂糅在一起，可能就会让你的总摄入量变少，从而不小心创造了一个热量缺口。这就会让你错把热量缺口导致的体重下降误认为是生酮饮食带来的效果。即便这个生酮饮食会增加脂肪的利用和这个蛋白质糖医生带来的额外热效应，但效果非常有限。来看这个2017年的论文，对之前多个饮食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原分析，客观的讲很有说服力，里面涵盖了多个对低碳饮食，包括生酮以及低脂饮食的相关研究。结果发现，在日均消耗和体脂率控制方面，低碳饮食并没有体现出预想中的优势，甚至略显颓势。那不管怎么样，至少也是瘦了，对吧？还是值得一试。但是你在尝试之前需要了解清楚生酮饮食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副作用。生酮饮食有极大的可能导致情绪的问题容易疲劳、困倦抑郁、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尤其是在进入这个酮症的初期。因为糖原储备的降低以及训练缺乏热情，运动表现的下滑在所难免绝对力量、爆发力等一系列这个力量相关的属性都会受到抑制。这样一来，训练重量的下滑势必会引起肌肉的退行。同样因为这个肌肉中糖原储备的下降，会带走一部分的水分，肌肉看起来就像是缩水了，维度下降，饱满度下降，看起来比较的干瘪。与此同时，训练时的这个泵感也会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了。生酮饮食会削弱 IGF-1， 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的作用。而 IGF-1 我们知道是合成肌肉非常重要的一个激素。生酮饮食可能会带来这个酮酸中毒反应，轻者面色潮红、心率加快，重者恶心、呕吐，还有腹痛。由于这个生酮饮食会摄入大量的脂肪，脂肪不溶于水，但是其转化而来的酮体能溶于水，所以
酮体能通过我们的呼吸、汗液还有小便排出体外，而部分皮肤娇嫩容易过敏的减脂者就容易被这个汗液带出的丙酮刺激，引起瘙痒风疹等过敏现象。7. 口臭随着呼吸酮排出这个丙酮会产生一股难闻的像这个烂苹果一样的味道当然这种情况不光发生在小童人身上，如果你长期没有进食饿肚子也会口臭同样是这个原因。8. 生酮饮食的菜单中排除了瓜果蔬菜，而这些食物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这样一来身体就会缺乏多种营养。同时由于瓜果蔬菜中普遍含有这个纤维，当身体缺乏足够的纤维摄入就容易导致便秘。9. 生酮饮食有可能会让你的胆固醇水平升高，增加罹患心脏病的风险。上个世纪下半叶恐脂肪被打上了肥胖元凶的标签随后营养学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脂肪终于得以平反。而现如今恐碳对碳水化合物的恐慌又重新在人群中蔓延开来。其实我们大可不必非此即彼选择极端只要在标准的宏观营养素摄入比例的基础上略做调整，就能达到增肌或者减脂的这个目的。你需要的无非只是坚持严格执行而已。如果你对于生酮饮食这种执行难度较大的方法都能做到，那么坚持常规的饮食方案又有什么难的呢？更何况生酮饮食的初衷并不是针对减重，而是用于抑制这个儿童癫痫的发病，后来又发现其对2型糖尿病的患者有一定帮助。如果你了解了以上这几点，还是抱着想试一试的心态，那么我强烈建议你谨慎行事生酮减脂期间需进行严格的基线评估，制定合理的膳食计划，定期监测你的血酮、尿酮水平和体重的变化，记得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如果出现不良的症状，应当及时就医。好，这里是 Eric 凯的电台，感谢大家的点赞和3连，我是 Eric，咱们下期见。